歡迎回到北歐老吳的直播。今天是2026年4月13號。歡迎進入直播間的朋友。我們來確認一下聲音和頭像是否都沒有問題，這樣我就可以開始今天的直播了。請進入直播間的朋友確認一下聲音和頭像。好，你好，秦朋友，你好，請確認一下聲音和頭像。好的，都沒有問題，謝謝。我們先看一下大盤，先看一下標普大盤。那麼今天周一出了頂分型了，日線上出現了頂分型了，因為周末，美國跟伊朗那邊的談判沒有達成協議，對吧？但是呢，這個沒有達成，應該是在這個市場的預期之內，就是 price in 了。你會發現，無論是亞洲、歐洲還是現在的那個美股，都沒有大幅下跌，因為这个只有石油可能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这个变化，对吧？这个不论是 WTI 啊，還是歐洲的那個 UK， 或者說它叫什麼玩意兒 UK crude， 不論是這個 WTI 或者 crude oil 出現了大幅的跳空上漲，其他的股票來說都已經 price in 了，所以說你會發現沒有大幅下殺。那麼但是日線上是出現頂分型了。那麼標普這個日線頂分型，我們要關注就是是不是中繼頂分型繼續向上延伸到這個趨勢線這裡，這裡有一個趨勢線，就是前面兩個高點連線或者幾個高點連線，這裡有一個位置，是不是要頂到這個位置上？哎，受到壓力了，然後踩一下，然後再上去。你是不是有這種方式？還是說是這個 MACD 如果說張口再大一些的話，直接突破這個趨勢線，直接微轉突破歷史最高點7002，這個我們不知道。但是呢，最後這一段的內部我們需要觀察一下。那麼內部的話，從這個6316這個起漲點進入段，然後這個1個小時的一個中樞，然後離開，然後今天這個低開呀，給了一個3買，就這個的現在價格我們看一下6790這個位置是潛在的下面這個1小時中樞的3買。那麼為什麼說是潛在呢？因為它還可以向下延伸，新的一筆還沒有生成，它可以微轉繼續再突破6845，對吧？那這樣的話就是一個123就有盤整背馳了，那就可能再回來做第二個中樞，前面這是大 A， 然後可能再打高點出個 C， 才可能結束1小時的這一段，對吧？那就可能頂到這個我們剛才說那個日線的這個均線這裡了，就壓力線這裡，有可能在這裡或者在這裡直接做第二個中樞也可以，然後再頂到這個趨勢線上，然後可能出現一個大幅的回落，對吧？所以現在日線上這一筆你現在沒有辦法說它結束，因為小時上沒有飽滿，現在第二個中樞現在在做第二個中樞呢，或者說要做盤整背馳，就這個123段的盤整背馳也可以。所以說，針對股票來講，這個韌勁兒還是非常強的。你想出現大跌的話，現在已經看不到，已經開始走緩的跡象吧，可能只能這麼說。好的，針對指數，我們簡單的說這麼多，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朋友們的提問。這邊又問了一個 AAOI， 可能是光傳相關的股，光傳導是吧？我們看一下它的圖形。那這個 AAOI 的話，我們看一下大週期哦，走的從1.48漲到了151。那麼這個也是AAOI 應用光電專注於高速光連接解決方案的垂直整合廠商，它也是研發並製造用於 AI 的數據中心，對吧？然後它這個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在它的這個垂直集成製造能力。然後他們公司擁有自主激光芯片研發以及美國本土的那個有一些產能。它是 AI 算力基建的關鍵供應商。
然後呢，他在2026年获得了一个大单子，1.6T 的一个大訂單，成為光通信賽道的黑馬。他的競爭對手有什麼呢？有那個博通，對吧？博通是光通信老大，然後還有那個 LITE， 這個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也是跟光通信相關的，也是他的競爭對手。然後還有一些什麼這個 A 股裡面的，那我們就不管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形，你能看到的也是走得非常牛。這個季度上，現在看的圖形是季度上季線，季度上直接一個，這裡就其實有一個中樞吧，或者說它從這個最低點是上去的，我們只從最低點來分析一下 1.52 或者 1.48 在哪個季度呢？我們找一下，在這裡，這是 1.48 那個季度，我們找到這個位置之後把它斷開，我現在只關注 1.48 右側的，所以說現在所有的這一波全是從 1.48 生長起來的。月線上做了一個非常清晰的中樞，所以這種票你不跟的話你是吃不到的呀，對吧？你如果說能一直跟下來的話，那麼前面它這裡，你看它這裡做了一個，在這裡做了一個盤整背馳，打了一個5折，什麼叫5折呢？就是我們可以利用這個以後，我說打5折，那就是5浪；打3折，那就是3浪，都有盤整背馳，對吧？它這個明顯是打了一個5折啊，打了一個5折之後出現最低點，所以你要跟的話，能跟到這個位置，然後發現了這個位置，那這個位置可以大膽進場。那麼現在在月線上做了一個中樞，這個中樞進入段離開段，這明顯不背馳啊，小 B 段走得太強了，對吧？所以你現在關注就要關注這個小 B 段什麼時候內部飽滿了，然後有回落了，那針對這個下面大中樞還是300，可以再繼續打高點，或者說我在這裡做 B 中樞也可以，還可以繼續離開做 C 段，對吧？所以這就是我們在大週期上利用模型來這個找未完成段，就是說在這個圖形上我要跟這個纏論模型來對照是處於哪一段，我才能夠知道後期的一些變化呀，對吧？那麼跟這個模型對照的話，它在這裡呢，在這兒呢，在小 B 段呢。為什麼說這個要有 B 中樞呢？因為小 B 走得太強了，它想很難打回來，想砸回到這個中樞裡來的話，這個難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說大概率，所謂的大概率就是說概率比較大，在這裡做中樞。你要說啊，我就直接幹回來，直接比如說出現一個非常大的黑犀牛呀也好，黑天鵝、灰犀牛，所有的股市都崩了，它能不能夠打回到這裡來？當然可以了。比如說這公司出現了什麼那個偷稅漏稅了，或者說這個財報出不來啊，或者說這個 CEO， 或者說他的這個內部的員工，就是高層的出現什麼問題了，對吧？直接幹回來也可以，但是那些都是猜。但是在圖形上的話，你想直接砸回來的話，那就要非常強的基本面的變壞才可以。現在看不到，所以我們說大概率這裡要做第二個大中樞，才可能結束整個的這個一波上漲。那麼現在關注就是這個小 B 段內部結構，雖然說看着非常強，但是也要看一下它內部結構是在那個模型裡面是在哪一段。我們看一下這個結構，我們把這個月線的這個週期給它加到其他週期上。9.71，所以我只關注9.71右側的。那麼在週線上的話，它這裡其實也是一個類的結構，或者說跟那個月線的結構 copy 了，複製了月線那個結構，就是一個中樞，然後一個大的小 B 段離開。只不過它這個回檔啊不夠一筆，看到沒有？這個回檔只有4根，只有4週，不夠一筆。所以說嚴格定義，也不說嚴格定義吧，按照纏論來的話，它就是一個1、2、3，或者說你到2到這裡也可以3，對吧？因為在這個週線上這一筆是不夠一筆的，你也可以把它當成一個類中樞，在這裡就幫助你來分析它的話也沒有大問題。你把它畫成虛線，我現在就關注這個因為它這個週期非常大嘛，是週線上。
就是你也是可以关注 18.5 这里它的右侧，我现在只关注 18.5 这个上涨这段的右侧。那么在周线上现在有过回档，但是不夠一筆，所以說我要關注它的次級別。那麼它的次級別這裡有中樞了，日線上這個日線上就可以交易了呀。日線上有一個中樞，我們把它畫出來。這個虛線，這個虛框就是剛才我們畫那個周線上那個中樞，或者叫類中樞，因為它有一段不夠這個級別，那這個是夠，這是夠的，對吧？然後這裡還給了一個3買，還給了一個日線3買。我們看它從這個離開這裡，這是它的離開段。然後這裡有回踩都不夠，回踩都不夠，直接到這裡才出現了一個有效回踩，有效回踩。那麼這個是出現了一個潛在的背馳段，對吧？潛在的這個跟前面這段比較的話是潛在的背馳段。我們現在用工具比較一下，哪裡有什麼等比例之類的位置。在174的話是等比例，但是它也可以不到174直接掉頭，說明就進入背馳段了。但是現在走得很強啊，走得很強。然後這個頂分型也沒出來，但現在我們看一下這個周五這個高點154，今天的高點155，我要出高點了，頂分型又沒有了，就潛在的頂分型又沒有了。所以你要有它的話，繼續拿，走得非常強，走得非常強。然後這個等待給你一個頂分型的時候，才考慮減倉，對吧？出了頂分型了，我再考慮是不是這段就結束了，然後可能給一次回落，但是這個回落也可能碰不到前面這個低點，前面這個高點，這個128.96，如果回來了碰不到它，也只不過是一個1、2、3、4、5，還可以有5呢，對吧？出現5檔5浪或者第5筆的時候，看看能不能夠做中樞，這樣的話就是 A 中樞、B 中樞，然後再打離開。其實很多圖形都是這樣的，就是在下面，尤其是這下面有大中樞，然後這裡做了一個2次回檔，做了一個3買之後，這個其實是下面大中樞的3買，然後起來。你去看很多圖形，像什麼英特爾啦，看英特爾這個圖形，下面做了一個日線中樞，它的大中樞在這裡呢，這是那個周線大中樞，然後在這裡做了一個3買，看到沒有？這裡做了一個小次級別1小時的這個2次回檔，做了一個3買，然後又起來的，就套的，你看到沒有？藍的套紅的，紅的套綠的，就是說嵌套的。這個玩意兒就是其實就跟曲線套也是差不多，對吧？一層套一層，然後呢結構都同構了。那我們回到剛才這個 AAOL 一樣的，它是大周期上也是層層嵌套的一個結構，然後出現了這種玩意兒。所以走得非常強，但是呢，你又沒法追。你一旦追的話，它因為這個位置你追進去，它可能隨意的就給你一個5%到10%的一個回檔。我們看，如果說從現在的價格回檔到128的話，是14%啊，對吧？你這隨便追進去就給你個14%、15%的回檔，你很難受啊。所以說這種好票，它也你要不進的話，它就慢慢的話就會慢慢往上爬，那你就更難受。所以這種你在低位進不去的話，在高位想追就比較難了。你看這個3買的回檔，當時當下是到了什麼位置？剛好踩到 0.5 了，好了沒有？剛好踩到 0.5 了，出現了一個前面是出現過一次，然後被打掉了，然後再次出現，就是前面這個也是3買，你可以去操作，但是呢中繼了，變成中繼的跌分型之後再次出現3買。那麼在 0.5 這位置得到了支撐，然後一波起來了。所以不去跟的話，你說你能吃得到嗎？從底下這個3%，這是30，這個地方橫了很長時間，30塊錢漲到現在這個155，所以不常拿，不去跟，你想拿得住很難呢。然後我們再往下看，有一位朋友，問能否看比特幣和 CRCL？ 我們可以看一下比特幣，比特幣沒有大變化，就是在日線上這個中樞這裡，它在這個我們現在看的周期是日線，從最高點，然後下來之後，這個 A 中樞、B 中樞、C 中樞，這個 C 中樞雖然出現了，但是呢，其實就是個中陰段，現在就是所謂的中陰狀態，就是沒方向。
你可以是再踩一下，然後往上走，或者說我在这裡震不到9段，然後继續往下走也可以。那么就出现3中枢趋势下也可以。所以现在就是一个无方向状態，你要做它的話，只能去做中枢震盪，或者說你去小周期，比如這一筆的內部，你去看一下4小時，看一下有沒有結構。4小時這裡有過一次回檔，這裡這個回的我不夠，所以這裡有一個4小時中樞，這裡有一個4小時的中樞。然後現在這一次的回檔我們看一下，這個包含關係處理之後也不夠一筆，所以說現在這個回檔的話有希望成為一個下面這個中樞300，就看它是不是要再次打高，再次突破這個前面這個高點。這個是7382，再次突破7382的話，這就會出現盤整背馳。如果說力度不夠強的話，當然力度強的話就是走3，1、2、3的3，可以再回來再做4、5。如果說出現盤整背馳的話，那就是在這裡做中樞，第二個4小時中樞，或者說不打高點，那就更要做4小時的中樞了，B 中樞。所以說你要做的話，那麼現在4小時上已經出現底分型了。如果說現在進可能有點晚，但是也如果說你的級別比較大的話，到上面的最高點還有2.59%，空間並不大了，你發現沒有？所以說最好的機會肯定是出現底分型之後，我們看一下哪一些週期上會給到這個機會的。15分鐘做了一個中樞，在這裡有一個15分鐘的中樞。那麼它這個明顯是你看啊。這是我們就之前說的，為什麼要盯着小周期？為什麼你在小周期上就不要套用什麼模型了？小周期上關注的是動能，所謂動能就是多空轉化的動能，就是從空頭狀態轉換成多頭狀態的動能變化。什麼是變化呢？在這裡，就這段就是它的變化。在這裡，這是這段時間的一個最低點，你發現沒有？這裡是它調整下來的最低點。到了最低點之後，開始在這裡做中，這時候還沒有多頭表達出來。這段不背馳，就是進入段跟離開段不背馳的時候，才出現了多頭表達。那麼你這個時候就要關注它。如果說你能夠在第一時間，其實在它沒有出現之前，你就可以去測了呀。這裡很早之前你就可以去測這個哪裡有等比例的位置，這一旦突破等比例就不背馳了呀。你看，你可以其實突破這個位置的時候可以買入。7135就做了一個很短的短差，突破71350的時候就是不背馳，這段就不背馳，那麼它又上去一段，對吧？那麼後面這段是你能夠吃到的，因為你發現它不背馳了，就可以繼續往上走，說明它的力度強了，說明前面由一個下跌的空頭狀態到這裡轉換成多頭出來了，這個時候才是你要進的。但是它這個週期很小的，你發現的時候再進不晚，因為它的週期非常小，你在這個位置進，對吧？然後只吃這一段，但是你前面這些是要忍受的，就這段是要忍受的。我們看一下大概有多大空間，才有1.10%的空間，對吧？你這個要把它讓出去，這是不要的，也不是你能吃到的。只有出現了多頭跡象表達的時候，後面才是你要的。所以說，為什麼要去觀察小周期的原因就在這裡，我需要多頭表達出來，強勢出來，我才進。那麼進了之後，比如說在這個位置打個比方進了，然後現在又出頂分型，我就賣了呀。這段我就吃這麼一段。那麼後期呢？後期就看它演變了，是不是要在這裡再出來第二個 B 中樞？這裡也是15分鐘的 A， 這是做一個15分鐘 B， 看它是不是往上走，是不是往上生長，或者說這個3沒結束，現在這個回落還不夠啊。不是三沒結束，就是這個離開段是不是還沒結束？因為這個回檔是不夠一筆的，它可以繼續在小周期有回檔。在15分鐘上是不夠，它可以繼續慢慢往上爬，就是利用一種，慢慢的，比如現在不是不夠回檔一筆嗎？它可以慢慢的，這種就不給你有效回檔，有回檔，但是都不夠有效回檔，可以慢慢往上爬，那就变成了這所有的這些都是離開段，所以說你沒有辦法預測到它後期怎樣，只能說它強勢表達，這段我是發現了它是強，跟這個進入段比較是強。那我從這個位置開始進，比如我可以進兩層倉，打個比方，那出現這個背馳了，或者說出現弱了，我先賣一段。
那麼只要不回到这個中枢裡呢，我就拿着我的底倉或者拿着这個15分鐘这個周期的剩下的倉位，就一直跟。什麼時候出現大的一筆回落的時候，對吧？你可以是去根據我們說的雙觸發內部有飽滿的時候，把那個賣掉，或者說你留的那個最後那一點倉位呢，就是打掉，你可以把止損放在這個前面這個，就是這些是你1%多這個虧損你能承受，那你止損就放在這個下面。或者說你把它止損就放在你進場這個位置平推也可以，或者說就把止損放在這個中枢裡面，對吧？那這樣的話就虧一點，但是保證是你能夠跟得住後面這一大段，如果有的話，這就是說，你在賣的時候可以不一次全部賣出，可以分批賣，這樣的話防止它你賣完之後，然後它又慢慢往上爬，造成你踏空，你就吃不到後面這些了。所以，在什麼位置進多少，然後什麼位置出多少。這都有講究的，那麼但是它的周期是比較小的，你需要去跟，需要去盯。但是我說了，不出現多頭這種強勢表達出來的時候，你就不能夠去進場去做多去。好的，這是針對這個比特幣。然後你又問了一個，或者是 CRCL， 我們也可以分析一下。這個之前也比較熱門，就是做這個穩定幣的，對吧？做穩定幣的，然後我們之前跟蹤過一段，然後後來也是出現過一些大幅下跌之後，然後沒有人問了，我們就沒有去跟。我們看一下它的周線上，這是91.3、91.2，那麼這是不夠的，所以說它直接就砸到了這兒了一筆。也就是說，它在日線上做了一個周線上做了一個盤整背馳，看到沒有？周線上做了一個盘整背馳之後，我们看一下當時當下是不是有背馳，對吧？沒到，連0.018都沒到，所以說這是出現了一個背馳段，跟前面的比較，然後出現了一筆反彈。那麼這筆反彈之後，這個反彈現在也不夠一筆呀，就回檔這一下不夠一筆，這個反彈這一筆是夠了。那麼它需要選方向。在這個周線上它沒有方向，我們看周線上這個低點84.27，這個是84.6，所以說周線上它需要要麼再次突破這個136，這樣的話就是前面這一筆的延續，要麼呢跌破84.27，就是這個下跌回檔就夠一筆了。那麼其實是這裡其實可以有這麼一個中樞的，周線上有一個中樞的話，那麼它如果說回檔夠一筆的話，其實給個2買的話可以再繼續上啊。或者說我再次跌破這個前面這個49.9也可以，那就是這個進入段走離開，走小 B 段，然後下面再做一個大 B 中樞，前面是大 A 也可以的，對吧？怎麼都可以，但是呢，它怎麼選就是市場的事兒了。但是我們之所以要分析出它的可能性，是你沒有辦法預測到它怎麼選，所以說你要把這些可能性都分析出來。至於它怎麼選，就怎麼跟就好了。那你現在要看的就是它的內部哪種可能性更大一些。先看它的內部有沒有方向性要選。好的，我把這個給它更新一下，這樣的話我們分析來。好。我們只關注49.9右側這些，對吧？在日線上，它只是一筆上一筆下，它完全是可以在這裡做一個中樞，然後再下來，以這種方式完成我們剛才看那個周線上那個，或者說往上選的話，那就需要打掉前面的最高點，前面這個小高點136，對吧？那麼在日線上，它這裡這個回檔的話，我們看一下當時回檔了多少，快到0.018了，但是現在這個反彈這一筆還沒出來。這裡是有一個中樞了，這裡是有中樞，然後這裡小周期也有，所以這裡是潛在的有希望出現這筆反彈，但是現在明顯偏弱，就這筆反彈現在看得出來是弱，但是呢，如果說能夠把 MACD 拉起來的話，那就希望再往上衝一衝，所以說你就現在需要以84.27作為這個如果說你在這個位置有進場的話，就以它為這個進場依據。只要84.27不被跌破，那你就繼續拿着，就日線上就会生長出来一筆。那麼我們現在就要關注這6、7根 K 線的內部。
啊，這裡明顯有一個1小時中枢嘛。那麼這裡有一個1小時中枢，对吧？现在它沒有脫離這個中樞，看到沒有？沒有脫離這個中樞，所以說前面這裡它完全可以變成進入段，繼續往下走，對吧？就這裡面它沒有這個，就像我們剛才回到我們剛才分析那個比特幣那個15分鐘一樣，我在比特幣的15分鐘必須要出現這個，才可能說我要在上面生長了，才可能說我這裡要出現 B 中樞了，這沒有啊，它沒有強勢表達出來呀，所以說它這裡可以在這裡震，在這裡震，然後繼續往下走，對吧？所以你現在所能做的就是這個1小時的震盪，只要沒有多頭的表達出來，它就可以是這前面進入段做一個中枢繼續下。好的，還有幾分鐘時間，我們再看最後一個。Lily 朋友問了一個 Open 這股的話，我也是留意過一段時間，因為它的波動是比較大的，因为这个我們看一下大週期。這票主要的市場，它是這個房地產，美國的房地產模式，即時購房模式的開創者，主要通過啥呢？通過 AI 算法直接向房主收購房屋，翻新以後再加價轉售，提供極簡的線上一鍵賣房的體驗，是這麼個公司。然後但是呢，它對這個利率高度敏感，就是這個利息啊，利率，美聯儲的這個利率高度敏感，而且它是這種重資產的一個模式。現在正全面通過 AI 轉型衝擊2026年底的盈虧平衡點，所以說基本上大概的基本面我們講一下。那現在我們看這裡，它是出現了一次回落，這個回落的話，週線上2次的，這裡是可以是一個有這麼一個2次回落了，這裡是可以看成是2次回落，對吧？那麼就相當於從這個最低點起來之後做了一個中樞，看它做了一個中樞之後能不能起來，這就是在週線上有這麼個結構。我們再回到日線，那麼這裡就是所有的這些都是週線上的一筆，有中樞，有進入段，有離開段，挺飽滿的。那麼這個反彈也比較弱，看到沒有？這個反彈是很弱的。那麼其實你在週線上看，就是這個前面走得很長，然後給了一個很弱的反彈，然後繼續跌，就一個打了個3折。我們現在最近我總結的這個，我覺得也挺有意思，就是等待什麼時候打3折或打5折，我再買這個盤整背馳點。所以現在就是一個打了一個3折。那麼打了3折之後，現在是出現了有跡象，有企穩的跡象。再回到日線看，那麼日線的話，現在有過反彈都，但是呢，這現在這個有點像打了一個5折的反彈，跌了一下五段，跌了5段，但是呢，這個在日線上是都是一筆，在日線上現在都是一筆，在1小時上肯定是有中樞的，有進入段，有離開，對吧？結構也是相對飽滿的，我們可以看一下這段的這個1小時。1小時上，這裡是進入段，然後出現一次反彈，然後就在這裡做中樞。但是呢，這個下面這個中樞是比較明顯的。然後，因為它這個反彈的這段是不夠一筆，所以說就只能所有的這些全變成進入段，就是它是這樣，1、2、3進入段，然後開始在這裡震有中樞，對吧？前面的全都變成進入段了。那麼現在就是看這裡什麼時候結束，對吧？那麼現在是在這個中樞下方，然後它的內部又出現了一個小的，現在看的週期是1小時，這裡又有一個中樞，就15分鐘上這裡是有中樞的，然後走一個離開，就這段現在就看它有沒有結束。那麼有結束的跡象，畢竟這個離開，如果說跟前面的這段比較的話，跟前面這段比較，因為這是一個前面是3筆是一個線段，那這裡是一個筆離開，那你只能跟這段比較。那麼它這個 MACD
明顯小了面積，但是还沒有明顯的要那個逆轉，這裡還沒有明顯逆轉，但是有跡象這裡是弱了，跟前面這段比較的話 ，MACD 和快慢線的位置，对吧？所以說，可以稍微的近一點打一個提前量，現在是在4.12，但是這個 P2 的盤子很小，波動很大，所以說你的进的這個位置只是說防止它起來，更穩妥的話，你可以再等一下，等一個底分型，日線給個底分型了，你可以进一些，那这因為它是一個3折嘛，盘整背馳了，那就看它這一筆反彈是強還是弱，就吃這一段。如果說強的話多拿一拿，弱的話那就它其實是可以是在周線上做一個中枢，周線上做一個中枢，這樣的話然後繼續下，對吧？所以就是這麼個結構。好的，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今天就只能分析到這裡了，感謝大家的參與，下次再見。